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前几天我们也是微博上做了预告啊，近期呢带大家体验一个键盘中的高富帅，海盗船的 K70 RGB， 咱们先把主角拿上来，就是这个，这个昨天我是看了一下，我也是刚刚拿到，昨天我是查了一下，现在网上大概行货售价应该是1399，然后呢，今天呢我也没有稿子，然后带大家来一起的体验看一下这个1000多的机械键盘跟咱们平常用的几百多的还有普通的薄膜键盘到底有什么区别。小白测评马上开始。 OK， 咱们是换了一个镜头啊，这样让大家看着更方便一些。先简单说一下这个键盘的来历啊，这是一个我们班的一个同学，然后呢他的一个在澳大利亚的朋友，然后帮他从澳大利亚带回来的。然后呢可能是因为关税的什么什么原因吧，不拉不拉的，然后那个没有外包装了，外包装给去掉了。然后但是呢，这个是绝对是国际版的行货。这个我看了一下国内版售价应该是1399，然后也有900多的，但是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情况啊。然后咱们来简单看一下这个1000多的键盘，哇，摸着这感觉都不太一样啊。这个整体的表面呢是有这个金属拉丝质感的，然后呢是无上盖的，然后它每个键呢都是辅导式的，大家看到没有？看得清吗？全是辅导式的。然后呢就是这样做的原因呢就是非常炫，然后呢但是不好的原因呢就是损坏的几率可能会更大一些吧。如果像你看，相对于我这种带上盖式的，可能就是保护性更好一些，但是呢这种辅导式的更炫一些，非常酷，这种机械感非常强。然后这个轴呢是红轴，好像我不是太了解啊，好像那个买这个键盘的人好像都喜欢买红轴还是怎么的。我看到网上这个键盘的红轴的销量非常高。然后这里有多媒体按键，然后带小键盘，然后这个呢带了一个这个小转轮，它是那个声音的微调，就是微调声音的。这个对高端玩家的这个声音有这种非常高的要求来说呢，是一个不错的小功能啊。然后这是灯光，然后锁定这个 Windows 键。整体的这个键帽呢是采用的这个 ABS 的材质，然后呢是镂空印字，然后呢是为了透光方便吧。上面呢有一层透明的这个UV 涂层，这个涂层呢可以增强手感，增强使用手感，而且呢也起到了一定那个保护作用吧，可以使这个键帽呢寿命更长。好，咱们来插一个键看一下啊。看红轴，而且呢，这次呢，这个 RGB 的意思呢，也是Cherry MX 轴的一个新轴吧，我也好像是。然后呢，它这个是把灯设置在了这个轴体的里面，大家看到没有？听见？它是咱们平常那个可能我这个键盘的就是这个F104的这个带灯的版呢，然后那个它这个灯是在外面的，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到过。而这个呢，就是 Cherry 原厂呢，它是把灯做到里面的，这样它的灯光呢会更加均匀。然后那个，一会儿我们就是带大家那个看一下它这个灯光啊，真的是非常炫，灯光非常均匀。然后呢，就是也不会像某些什么国产的那些键盘一样特别刺眼啊，就是非常柔和，非常适合你的眼睛。好，我们来把它关上。然后这个海盗船这个牌子呢，就是装机爱好者大家都知道啊，它是一个著名的这个内存厂商。然后它这个进到外设领域之后呢，也是主打高端吧，有这个K70，有 K60，好像还有一个 K95吧，反正是3个型号，都是售价不便宜啊。这个是1300多，好像还有一个是1800、900吧。还着重介绍一下啊，就是它的整体的这个气质的这个提升器吧，可以说是，就是它的这个键托。它的键托呢，整体用料呢特别的扎实，然后外面呢是一层类肤质的涂层。怎么跟大家说呢？就是跟三星的那个 Galaxy Note 后面的那个背盖的后面，它从3到4吧用的是那个类肤质的涂层嘛，就是那种仿皮革的，跟那个摸起来手感差不多，几乎一样材质。然后它这个后面呢是非常方便，直接这样呢插进去就可以了。然后它是可以活动的，根据你这个不同桌子的那个角度呢来自动自适应。看插上之后，整体气质就变了，感觉非常酷，特别酷炫啊！
然后它这个后面呢有两个，那个有两个可以调节。前面设置了一个可以调的，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啊？看放一放啊，让键盘整体更高了。男生用可以啊，这个女生如果要是用的话呢，就是有点高，还是把这个前面关上，这样用比较舒服啊。咱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线啊，你能想象这是一个键盘的线吗？来，大家看一下我的键盘的这个，它的一个 USB 的线都比我这个粗一圈，而且呢，它是双 USB 设置。然后这次呢，我也是专门那个咨询了他们的那个官方客服人员，这双 USB 的设置呢，就是为了辅助供电，其实它并没有特别的用处。比如说是你可能觉得它是功能上啊，其实并不是啊，只是为了辅助供电。其实一个呢，插上去呢，我们那个刚才试的时候，一个也是亮的，然后呢，但是呢，可能就是他担心电压上有没有什么变化吧之类的。然后呢，最好呢，大家还是同时插两个，因为它这个灯亮起来的话，还是那个非常耗电的吧。如果你是那种 USB 的那个，就是1拖3、1拖4那种极限呢，最好是还是把它两个全插上，因为那个它是供电是不太稳定的。OK， 咱们呢来让它亮一下啊，试一下它的灯。这灯真的是非常的炫啊，不太明显是吧？关灯。这个我们现场演示的一个键盘是没有那个。就是它自带的一个软件，它自带的呢是需要一个驱动，然后呢一会儿呢我们是穿插一个小视频，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它那个驱动。它这个驱动的功能非常强大啊，就是可以设置键上的每一个颜色，然后呢它这个 RGB 的意思呢也是代表这个颜色嘛，是1680万显示颜色，就是几乎可以显示任何颜色了。然后就是其实呢燃并卵啊没什么用。但是对这种炫光党来说呢，是一个绝对的福音。不过在这个灯光领域啊，这个它是跟奥迪一样啊，可以开个灯厂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 Cherry 原厂的 RGB 轴，它的灯是设计在里面的。这种辅导式的设计呢，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方便清理。机械键盘大家都知道，你换帽的过程中呢，需要清理它，特别麻烦。如果带上盖的话，这个这个光啊是非常柔和，然后呢，一会儿呢我们带大家试一下它的各种炫光啊。首先带大家先看一下它预制的效果啊，它这个驱动软件里呢自带了几种特效，然后有什么阶梯啊、涟漪，还有波浪，还有就是按一下显示一个颜色，就是亮一个键。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这里面的这个涟漪的效果啊，按一个键，然后呢以它为中心，然后这些光呢像水一样散开啊，非常的漂亮。而且这个颜色呢是可以选择的，可以选择成你想要的颜色，也可以呢变成随机。随机的时候打起字来呢，伴着这个涟漪的光，真的是非常漂亮。再来看它这个自带的驱动软件呢，这个功能真的是非常强大。你可以设置任意你想要的这种特效，然后呢，每一种模式呢都是可以自定的，比如固定啊、梯度、涟漪调节、这个波浪的间隙啊、时间、颜色等等等等，几乎可以设定任何一种效果，非常的强大。对于这些专业玩家来说呢，可以玩出来各种各样的花哨的效果啊。我们也做了2个小小的特效，然后给大家小小的演示一下吧。简单总结一下这款键盘啊，怎么说呢？这个，如果你是土豪啊，这是无所谓了，那就可以买 K95啊什么的，这可以购买这个。然后呢，如果你并不是对这种灯光呢特别感冒，然后呢就是预算又那个丰富的话呢，可以考虑它的另一个版本，就是 K70不带 RGB， 然后它有一个蓝色，还有一个红色的背光可选。然后呢，这个整个配置是一样的，然后就是这个灯光，然后没有这么多显示颜色，其实那个也是不错的，好像市价是800-900块钱吧，比这个便宜不少。
当然如果是土豪那就无所谓了，那就可以随便买随便玩了。就是普通人的购买建议上呢，不建议你买这款键盘，因为性价比不是很高，真的就。虽然它每个地方做工都非常扎实啊，但是1000多的售价真的是有点贵了。如果它要是900以下，800左右吧，我还可以接受。然后但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呢，就是它这个记忆的点嘛，就是它这个类复制的这个键托。如果要是有单卖的，我肯定会买一个，真的特别舒服。这个感觉真的特别舒服，就跟那个三星 Galaxy Note 后面的那个材质这是一样的，杯盖材质是一样的。如果你预算不是很充裕呢，就算了吧。这个键盘可能就是只能看，看起来非常炫，但是在使用上呢，可能跟它的按键的感觉呀，然后速度啊，可能跟500、600的、600、700的这些键盘其实是一样的。它的卖点呢就是它的灯，然后这个 Cherry MX 这个原厂轴的这个灯呢，真的是显示灯光非常匀，看到没有变化，非常匀，就不会有那种卡顿感，就是非常匀的变过来变过去，非常漂亮。灯光呢，买它绝对没错。OK， 本期的海盗船 K70 RGB 体验呢就到这里。想了解我们的第一时间的动向呢，优酷、微信订阅小白测评，然后与我微博互动呢，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小白 MTX，那上面经常抽奖啊。本期呢转发本期的置顶微博呢，我们也会抽出一件小白测评的专属 T 恤，就是我刚才穿的那件啊。OK， 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